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我已经回到 Johor Bahru 了。然后昨天呢，其实我是在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那边呢，就参加了一个比较小型的比赛，就是 MSF Mega Lab。这个 MSF 呢 ，Malaysia Speed Festival Mega Lab 是一个让很多人想要开始接触赛车，可是又还没有在装备或者在自己的车那一方面 ready 好的朋友哦，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呢。报名费啊，大概是500多块这样子啦。我当然不是拿我现在这一台 Subaru BRZ 去比赛，我拿的是我的 Proton Satria Neo。然后我的那一台 Satria Neo 昨天的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了啦。我自己平时在 Sepang 的 Open Track Day 都没有做过那么好的时间，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一次可能换上了一个新轮胎，这次用的轮胎是 Yokohama 的 AD09， 而且它的尺寸是比较 special 一点点，是205/50R15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宽的。所以这一次在比赛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跟我平时 Open Track Day 跑起来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很 grip 啊。像我跑车呢，一般上在雪邦赛道有几个弯啊，我都是会想要让我的车让屁股甩一点点，可是不是 drift 啦，不是甩尾，就是让屁股比较滑动啊，这样我的车在转弯的时候比较不会 understeer。换上了这个 AD09 呢，平时我可以丢的地方呢丢不到了，因为平时甩着去啊，你会觉得有那个速度感，但是咬着地过弯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速度感。但是其实跑完过后，我们再看成绩
机的时候，却发现，哎，我的时间是比之前快了2秒。所以这个 AD09，真的是接胎的，能不能讲是天花板，我是不懂啦。但是换来 AD09过后，我觉得哇，真的是有差别。这个完全不是 Yokohama 的任何广告业配什么，那个轮胎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一条轮胎400多块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想玩赛道，想要入门，不知道要用什么轮胎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Yokohama AD09。OK， 那除了这个 Yokohama AD09呢，我在之前就有为我的这一台车的 brake 换了一个新的 brake pad， 这个 brake pad 是 Endless 的 MX72， 是一个比较耐高温的 brake pad 啦。结果呢，在整个 session 2个小时的过程中，最后几圈的时候啊，时间差不多要到的时候，我的车就没有 brake 了。真的是有点吓到我啦，然后我就到我朋友介绍的 workshop 去把我的这个旧的 brake pad 拿掉，换上另外一套 brake pad。结果看到我的那个 brake pad 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哇啦喂，你们知道吗？如果刚刚的情况不是在赛道啊，而是在马路上，是有多么的危险。所以我一直都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跑快车，如果你想要体验速度与激情，你觉得你的车的 handling 很好 ，corner 很好，你觉得你驾车技术很强，那么就到赛道体验一番。你会发现，哇，在赛道你体验到的东西是公路上面得不到的。再来就是安全性这个东西，在公路上面没有办法，你会有很多其他的公路使用者，很多其他的摩托啊、罗里啊什么的。可是如果你在赛道，就是只有赛车爱车人士，大家都对自己的车有爱，大家都对对方的车有爱，因为这个志同道合嘛，惺惺相惜嘛。你也不可能在赛道上面遇到有人在你前面 jam brake 啦，向左向右顶你的路啊，好像马来西亚的这种公路时常遇到的那种还脑开车方式这样，在赛道里面是不会有的。真的有的话，情况也非常的低，几乎是没有啦。我玩 track day 玩了1年多2年都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而且好像刚刚我给大家看的那一种情况，我的车突然间没有 brake 了，然后就这样滑出跑道。如果是在马路上，你想象一下，马路旁边有什么？有屋子啦，有树啦，有电灯柱啦。假如是侧滑去撞电灯柱、去撞树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意外，懂吗？会死人的。所以在赛道里面那么空旷，又有那个石头，那个小石头啊，其实啊就是让你的车可以安全的停下来，而且停下来过后你自己是驾不出来的，你需要这帮赛道的工作人员把你的车拉出来。所以呢，一切都是跟着 SOP 是非常的安全的，就好像这样子啦。OK， 我们花钱去参赛，我们花钱去 Open Track Day， 我们花钱去人家举办的一些 Event Track Day 都好。Sepang赛道他们里面都有一些专业的工作人员或者 Event 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照顾到我们的安全哦。当然，我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安全啦。比起在公路上飙车，赛道真的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讲回昨天的比赛啊，我觉得我自己拿到的时间，个人觉得很满意了啦。但是因为我参与的 category 是一个1600cc Street category， 就是街车 category， 里面掺杂了一些 track car，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差距真的很远。而我其实是拿到第9名啦，我觉得很开心啊，我进到 top 10， 第9名以上，从第8名到第1名呢，里面有很多都是 track car。这个我希望下一次 MSF 有做比赛的话，可以把 track car 和 street car 分清出来，这样子大家也会觉
觉得比较公平啦。因为啊，这个就有点像拳击比赛，懂吗？我是一个60公斤组别，你是一个90公斤组别，结果混在里面一起打，那个感觉就有一点点不公平啦。但是因为这个 MSF 的 Mega Lab 它不是一个有 FIA 啊，还是有什么非常官方的比赛机构办的一个比赛哦，所以呢，我觉得把它当做是一个 track day， 只是有排名制度啊，这样子就心里比较平衡啦。很可惜没有办法抱一个奖杯回来给大家，那个奖杯真的非常的漂亮 ，MSF 你们设计奖杯真的 good job， 我很喜欢。再来就是接下来啊 ，R Engineering 还有我 Rider ATH 还有其他厂商呢，将会联合主办属于我们的Sepang Track Day， 大家记得要继续关注我的 Facebook page、我的 IG、我的 YouTube，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的消息了啦。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都可以 inbox 我的 Facebook page。如果你们是一些厂商，对赛车运动有兴趣，想要参与我们的赛车的话，都可以联系我或者 email 我哦。当然，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